Radio，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曾经的最弱派系沙宝。为什么说是曾经呢？因为经过圣龙大佬的数次不懈的加强，沙宝终于从之前的毫无疑问的倒数第一变成了一个中游派系。之前 UP 主做视频总喜欢叽叽喳喳拿着地狱来开涮，无论什么时候对弱小派系的吐槽总会使视频里面充满了快乐的空气。所以说本期视频我也有义务让大家知道曾经的沙宝究竟有多么的弱。沙宝这个派系不是圣龙大佬的作品，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外网上了。如何评价它的质量呢？它和地狱的差距基本相当于地狱和城堡的差距。在 EXP 版本里面，经过圣龙大佬的不懈更新，它终于变得能用了，甚至沙宝的一些新机制也很好玩。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特殊建筑，首先是图腾偶像，它的效果是来访英雄力量加1，最早的时候它的效果是来访英雄经验加1000，然后沙宝的2级兵和3级兵都有增产建筑，同时他们还有小型金库，可以给你每天增加财政收入。除此之外，还新增了一个原版没有的灵能师工会。在建设了灵能师工会之后，你的急救术就可以直接复活阵亡友军。这个建筑在非 EXP 版本里面的沙宝是没有的。铁匠铺里面售卖的也是新增的战争机械灵能金字塔。现在的沙宝虽然同样不是很强，但至少它好玩了。原来的沙宝这2个新机制是通通没有的。沙宝这个派系 UP 主是蛮喜欢玩的，它的神器我也是非常满意，可以使守城部队提升 40% 的速度，同时还可以增加你灵能金字塔300点的生命。灵能金字塔除了你的英雄在会了学习能力之后教给你新的原力魔法，它的仇恨值也是非常的高，你带出去可以当一个肉盾。无论是敌方的部队还有箭塔都喜欢攻击灵能金字塔，就算你没有学习能力，它仇恨值也很高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带着嘲讽的战争机械。除了新机制的从无到有之外，沙宝的新兵种也是获得了很大的加强。沙宝兵种的模型非常的精致，即使是放在原始的种族里面，违和感也非常的小。1级兵督工升了级之后是监工，他们攻击力4点，防御力3点，杀伤力1到3，生命值7点，属性上相当于一个大号的洞穴人。同时督工有一个隐藏特技，就是你的英雄部队里面有它的话，每天给你增加50金币，无论是1个还是100个都是50。升了级之后，纳税特技也获得了升级，现在是1天75。升级成监工之后，速度提升了1点，攻防都是5点。地下城里面的瞎子虽然战斗力比较低，但是呢数量很多，而督工开局的数量就很少了。拿出去开荒的话，它的作用比不上洞穴人。2级兵杀蛇是一个让石像鬼彻底挺起胸膛的兵种，它售价130，和石像鬼一样，但是属性方面攻防总和比石像鬼低一点，生命值也少一点。实际用起来的话，就是石像鬼开荒什么表现，它就是什么表现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塔楼有大丢丢输出，而沙宝这边只有一个监工。升了级之后，它多了一个特技，攻击的时候有 20% 的概率使目标中毒。没升级之前它不如石像鬼，升了级之后它就比石像怪要厉害了，但是这个属性你让它当主力输出它还是当不了的，并且升级之后卖的非常贵，有180金币。火猴子和它一比都是性价比界的标杆。一个派系前期开荒，前3级兵里面有一个远程兵，那是标配，当然没有也无所谓，你像木岩那样的话也无话可说。但放在沙宝这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3级兵骆驼骑兵乍一看属性倒是挺扎实，再仔细一看这个输出确实是不大高。就以沙宝的前3级兵整体阵容来看，开荒的难度可能比地狱还要高。这倒不是因为这前3级兵很弱，主要是他们太过平庸，再加上还没有远程兵，开荒的难度基本上和没有炮车的5代地狱差不多。升了级之后的沙漠骑兵不仅造型非常的帅，攻防也是来到了10点。同时骆驼骑兵也有一个和游牧民一样的隐藏特技，就是带着它你在沙地上行走，不会额外的消耗行动力。简单来讲就是兵种绝对是个好兵种，可惜生在了沙宝。到了4级兵这里，沙宝终于有一个远程兵了。4级兵迷影侍女乍一看非常的妖娆，事实上如果你仔细一看的话，会发现人家是个狮子。这时候有朋友就会说呀，兽形人我更喜欢了。在你没有出4级兵之前，你哪怕是碰见一个堵路的大丢丢，你都会损失不少的部队。而沙宝的迷影侍女这个属性着实算不上扎实，
特技方面，它可以释放疗伤，但是不可以复活友军。尽管它的战斗力不咋地，但是它的定位和壁里的大地一样，那是核心里的核心，没有它你是开不了荒的。所以说，尽管它属性一团糟，卖330金币的高价，但是呢也只能忍一下。升了级之后，售价380金币。属性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提升，速度也是来到了7速，但是没有增加任何的新特技，整体上还是比较平庸。升级与不升级，也就是显眼与独眼的区别。5级兵是一个不在建筑树上的卖国贼孔鄂，沙堡的前4级兵到了决战，没有一个能够打硬仗。5级兵孔鄂倒是很支棱，但是他和老大抢资源，本身相当于一个小邪神王的属性，但是还有不受反击。单挑的话，他是可以胜过牛头怪的。所以说，尽管卖国贼的叫着，但孔鄂已经是沙堡少有的靠谱兵种了。没有升级之前卖550金币，升成太阳鳄之后售价700金币。升级之后，生命值来到了50点，速度来到了7点。它的吞噬生命特技就是在攻击之后会提升最大生命值。经过我的测试，大概是咬一口增加3点。这样的兵种毫无疑问，后期数量起来了之后，它的待遇和蛮牛差不多。当然，必须得在理想状态之下。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它不在建筑树上，而且和老大抢资源。正常游玩的时候，你是不会第一时间建设这个玩意儿的。6级兵叫做人面狮，售价900金币。在早期版本，它是不长这个样子的，甚至它还不会飞。这是他们以前的造型。这样的兵种，你别的不说，一看这个长相，你就没有买的欲望。现在会飞了之后，拉出去开荒，终于是有点用了。100点的生命和14的攻击，16的防御。只能说你前期勒紧裤腰带，咬咬牙把它造出来还是很好用的。你说速度慢呢？人家飞龙和蝎狮没升级之前也是7速。个人感觉这个新造型还有它的属性没有什么槽点。升级之后叫做人面狮圣者，售价1100金币，生命值110，杀伤力18到23。和飞龙王狮子不一样，人家是走肉盾路线的。尽管它不如火蝶好用，但是在沙堡里面也是难得的靠谱兵种。它攻击的时候会给目标释放命运诅咒，被诅咒的目标不会吃到任何增益魔法。同时它和前面的太阳鳄也有联动，那就是太阳鳄在攻击被命运诅咒的目标时会额外杀死一个敌人。这个小联动在原始的沙堡也是没有的。如果再算上前面急救帐篷不能复活友军，没有金字塔的话，你可以想象沙堡已经弱到什么程度了。7级兵是帅气的狗头，没有升级之前售价2000金币，由于比绿龙、赤龙都便宜几百金币，所以说属性是比不上的。没有升级之前的属性大致和工厂的魔暴龙差不多，相较于咱们前面说的挖囊废翡翠龙，狗头的特技就要狡猾许多。它免疫土系魔法，但是它不会免疫有益的魔法。这也就是说，你不可以对它放雷暴，也不可以对它用减速，但是它可以复活，可以给它套护体神盾，也可以给它套石肤。但是特技的强大弥补不了自身硬件的损失。人家地狱火蝶和恶魔出来之后就基本破局了，而我们的狗头没有升级之前是完全不能和小恶魔相提并论的。升了级之后，它多了一个神之制衡的技能。它的攻击有20%的概率使目标防御力清零，把清零的数值一半加在攻击上，同时也有20%的概率让攻击清零，把攻击的一半加在防御上。这个技能上下限都非常的高，如果他打一个圣龙的话，把防御力清零加在攻击上，也会凭空的少25点防御。这个技能是攻击之后才会触发的，如果防御清零加在攻击上，造成的反击就会非常的伤。最后再补充2点，这个神之制衡魔法不会同时触发，然后就是原版它是没有这个接受技能的，它就是简单的免疫土系魔法。妈的，真他没出息，没出些东西，挖囊废。看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原始的沙堡确实是不如地狱呀？现在的沙堡也有大问题，它开荒和地狱差不多一样坐牢，6级兵、7级兵还没有人家厉害。好在花活多，前期你可以用急救帐篷复活友军，后期你也可以用灵能金字塔释放强大的原力魔法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即使是沙堡获得了这么多轮的加强，它也依然算不上强族。前面咱们讲的沙堡弱点只图一乐，真正把沙堡打成倒数第一的是他们英雄的技能树。原来的沙堡他们的战士英雄是不能学气息的，UP主至今也不知道这样的设计除了恶心玩家之外还有什么意义。在 EXP 版本里面终于是都可以学了，对此我只能说善莫大焉。
如果战士不能学气息的话，我想也没有人会选战士了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忍受特大图里面到了后期你不会异次元之门。如果沙宝的法师再不如地狱的话，那他就是全方位的不如地狱了。第一个是魔力特阿曼达，这个倒是没什么好说的，至少在初始属性方面，他比地狱的异教徒厉害。毕竟地狱的英雄阵容，你要想不如的话，还是小有难度。就像这位流星火雨特，别的不说，就这样的一个英雄单独拎出来放在地狱里面就可以降维打击了。智慧树加智力外加一个强大杀伤性法术，雅法的质量完全可以和地马索爷这种老前辈摆摆手腕。迟缓秘法特凯拉，迟缓秘法是一个强化版的迟缓大法，原来的沙宝是没有这样的新东西的。它的效果是对1到6级兵释放的时候会额外减速 10%， 如果再算上它的特长，到了大后期你把一个火爹减速成强哥也不是不可能。大家想必也注意到了，沙宝由于在沙漠他们是偏土系的，所以说凯拉在前期想学个土是很简单的。这位看似是鹰眼特，实际上是金币特，还带了一个理财术的鹰人，叫做科伊赛特。他的2级兵开局数量带的非常多，无论是兵力还是特技，都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副将。原始的沙宝表示，尽管我的战士英雄学不到气，但是我法师英雄的阵容是你小地狱比不了的。这位叫做马尔祖姆的战士英雄开局也有理财，再加上监工本来就可以纳税，所以说非常的舒服。真的就是本来想夸一下地狱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又窝囊废上了。针对沙宝孱弱的开荒条件，梅内特表示不慌，有我。特长的是4级兵，开局带着3到5个，而且初始魔法是转世重生。这个英雄可以说是由内而外的解决了沙宝前期开荒不行的问题。但是在原来的沙宝开局是没有4级兵的，转世重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。全游戏里面最强的急救特奥希尔，原来那个不会复活友军的急救特是个窝囊废，谁能够拒绝急救帐篷可以复活友军的诱惑呢？有这种英雄的话，前期我的部队全是小怪物，我都不喊开荒难。当然这也就仅仅局限在沙宝，在别的派系你的急救帐篷是复活不了友军的。最鹰眼特的鹰眼特配沙伯，可以说 EXP 版本里面沙宝的英雄加强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位还有前面的急救特放在原版那都是完全不能用的类型。当然现在鹰眼术即使是加强了，我也并不是很喜欢学。进攻特赛克赫姆，开局和肯洛哈格一样是终极进攻术，沙宝的兵种输出普遍都很低，学一个进攻术是很有用的。原来不能学气的话，你肯定是不选它首发，现在想体验一下砍王的快感的话，你就选它就好了。毕竟开局就是终极进攻术，对开荒来说帮助很大。烈火神盾特谢里夫，他的特技是开局给全体友方释放烈火神盾，持续时间只有1个回合，前期是没大有用的，到了后期决战才能派上用场，生效时间只有短短的1回合，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好用。这位是应该出现在墓园的沙宝将领萨蒙特，前有死亡谷的骷髅犬特把骷髅兵升级成骷髅犬，后有沙宝木乃伊特把亡灵转化成木乃伊。他开局的兵力少得可怜，并且如果你带着亡灵会降低你部队的士气。当然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木乃伊的属性实在是太垃圾了。一个木乃伊售价300金币，要知道一个幻影射手才卖400。这个英雄是沙宝的最弱英雄，即使是放在墓园，他也是一个开局兵力很少带着巨灵骑术的白板，正常人是不会把亡灵升级成木乃伊的。你要是说能升级成吸血鬼，我得考虑考虑。人面狮特阿米什，开局带着终极战术，在6级兵特里面我觉得是第一梯队。首先人面狮的攻防非常不错，然后呢它速度偏慢，它的特长还能增加移速，最后就是它还有一个终极战术。考虑到沙宝前期开荒全是近战兵，所以说战术很有用。当然这也是吃了版本红利，因为最早的沙宝人面狮不会飞。咱们沙宝自有国情在，沙宝也有属于自己的蝙蝠侠。杀蛇的定位和石像鬼差不多。至于英雄的技能，咱们的杀蛇特开局是防御术加幸运术，久经沙场的老痞同志是神秘术加侦察术。虽然老痞战功赫赫，但是咱还是得说这个杀蛇特好像更厉害一点。老痞表示你直播的时候小心点哈。恐厄特卡桑德拉，这个英雄是一眼强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人家开局有个外交术，学习能力在解锁了原力魔法之后也变得很好用，相当于沙宝版的罗伊德。想玩外交术的话可以选他首发，在 EXP 版本里面外交术没有削弱。
生命之源特埃尔斯佩斯，你叫他农民特也行。这个特长是所带领的部队生命值上限增加 5%， 最少提升1点。而且人家开局还有后勤和巡路，无论是当外援还是本族用都非常的称职。最后是钢板特机电，人家泰泽是3级偏技能树，他是上来就偏，在防御特里面这应该是最弱的一个了。最后总结一下的话，原始的沙堡确实是不如地狱，在经过历次加强之后，现在的沙堡确实是能说得过去。正如 UP 主视频开头说的，沙堡现在当一个中游已经没有问题了，不仅强度适中，而且机制也比较多，整体上算是一个很好玩的派系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